股民什么时候最不能原谅自己？是看见了大黑马却不识，白白把它放跑了的时候。比如有这么一只股票，你能看出来它将来会是一只大黑马吗？涨完之后回头一看，当然认识这是大黑马，可是没涨之前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股市小侦探 Amy。这期视频分享给大家的是如何通过高跟鞋形态一脚踢出个大黑马。如果你刚刚才知道大黑马原来是踢出来的，建议看完整个视频，并且呢订阅股市小侦探的频道，和我一起长期学习股票投资知识干货。觉得视频好呢，也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转发和分享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直接给大家上干货。俗话说，黑马股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如何在黑马股大涨之前识别出这是一只黑马股，很关键。那么，黑马股在上涨之前都有什么特征呢？股市小侦探发现，不同类型的黑马股在上涨之前的特征是不一样的。比如，有的黑马股启动前会在一个箱体里震荡盘整一段时间，然后才突破箱体启动拉升。而这期视频股市小侦探要分享给大家的黑马类型叫做高跟鞋形态。这种黑马形态呢，很多股民都不太认识，所以经常是视而不见，等涨完了之后都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涨，而且涨得这么牛，就这样白白的放跑了很多机会，十分可惜。那么学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将来就能有效的识别高跟鞋形态，不会再错过这种大黑马股的机会了。高跟鞋形态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只高跟鞋。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只高跟鞋是怎么形成的。首先，一根均线形成鞋面，这根均线需要满足的条件，我稍后还会再讲。第二，我们需要股价的一波暴跌，形成高跟鞋的鞋跟。要形成大黑马，鞋跟很重要，因为这是主力打压股价、加速赶底的标志。一句话，鞋跟是主力操盘留下的痕迹，而主力操盘呢，是大黑马形成的必要条件。第三，股价低点不断抬高，形成鞋底。第四，在鞋尖的位置，股价窄幅横摆震荡。当这四个条件全部满足之后，只要踢一脚就能踢出一只大黑马来。表现在股价上就是中大阳线突破鞋面，同时伴随成交量放量，这是黑马飙升行情的启动点。能抓住这样的大黑马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？当然，开心的同时，我们也要记得知其然很重要，知其所以然更重要。学会分辨高跟鞋形态，目的呢不仅仅是要在黑马启动之时及时抓住它，而且要清楚黑马股为什么会长成黑马股。清楚明白的亏钱和赚钱，才是股市获利的长久之道。高跟鞋形态的四个条件，现在都清楚了吧？且慢，先别急着马上离开。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，股市小侦探呢还漏掉了一个关键的要点，那就是构成鞋面的均线，它是有要求的。有什么要求呢？第一，该均线方向呢由向下开始缓慢走平。第二，该均线是一根中长期的均线，比如89天均线、120天均线、200天均线等等都可以。
那具体应该用多少天的均线作为参数呢？由条件3决定。第三，至少有2个反弹的高点落在该均线之上。比如这张图里的均线，它是180天的均线，这里呢有2个反弹的高点都落在该均线之上，条件2和条件3都满足，而且这根均线的方向由向下开始缓慢走平，条件1也满足了。这条180天均线就是我们要找的合适的斜面。调整均线的参数，找到真正合适的斜面，这是识别高跟鞋形态的难点所在。如果呢你不会调整 MA 的参数，不会找到合适的斜面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与我探讨，或者单独呢与我 WhatsApp 联系进行详细的探讨。此外，为了更加精准的抓住高跟鞋形态完成之时最后的一踢，买在黑马股拉升启动之时，还可以配合 MACD。如果在中大阳线放量突破斜面的同时， MACD 在0轴之上形成金叉，那么这个高跟鞋形态就会更加的完美。最后我们再看一只股票稍作练习，图中的这根均线呢是参数为200天的均线，这是一条长期均线，高跟鞋形态斜面的第2个条件是满足的，那其他的2个条件是否满足呢？我们看这里有3个反弹的高点，它都落在这根200天均线之上，而且该均线的方向确实是由向下转为走平，所以斜面的第3个条件和第1个条件全部满足，所以这一条200天均线就构成了高跟鞋形态的斜面。这是一脚踢出个大黑马的第1个条件。一脚踢出个大黑马，第2个条件，高跟鞋鞋跟由这里的暴跌构成，而这里的低点不断的抬高，就构成了一脚踢出个大黑马的第3个条件，鞋底。然后呢，这里的横摆震荡区很显然就是一脚踢出个大黑马的条件4，鞋尖儿。高跟鞋形态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，就差最后一踢就能踢出一只大黑马来。我们看到这里呢，一根中阳线放量突破斜面，就是黑马飙升的启动点，而且这个启动点也得到了 MACD 进一步的验证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相信学完高跟鞋形态，你终于弄明白为什么黑马股是一脚踢出来的，以及怎么能够识别并及时抓住这种大黑马的拉升。关于今天的内容还有任何疑问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和我探讨交流。我是股市小侦探 Amy， 以分享股票投资知识干货，揭示股市财富，累积规律为使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本视频仅供参考。